特朗普又开始发飙了。2025年8月25日，他在白宫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时，突然丢下了一颗重磅炸弹：如果中国不给美国足够的稀土磁体，那就准备好迎接200%的关税吧。最讽刺的是，特朗普嘴里还带着我们和中国关系很好的糖衣炮弹，下一秒就把刀架在中国脖子上。他甚至威胁我们有比中国更大的牌，那些牌一旦打出来会摧毁中国。稀土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让特朗普动不动就翻脸？公开数据显示，中国稀土产量长期占据全球的60%以上。2024年，中国稀土出口量约为4.8万吨，其中约1/3流向美国。而稀土磁体被誉为工业维生素，是新能源汽车、电动车马达、手机芯片、F-35战斗机、核潜艇都绕不开的关键材料。按照美国能源部的报告，美国军工产业所需的高性能稀土磁体有80%以上依赖进口，其中中国供应占70%以上。也就是说，美国的科技霸权和军事机器都离不开从中国买稀土。可是问题来了，2025年4月，中国为了回应美方加征关税，出台了稀土出口许可证制度。结果呢？短短2个月，美国的汽车、电动车、武器制造商已经哀嚎一片。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数据，光是通用和特斯拉，因为拿不到足够的稀土磁体，今年2季度的产量减少超过15万辆，直接损失高达30亿美元。可特朗普的逻辑很简单，你不给我，我就掐死你。这就是美国总统的谈判方式。更讽刺的是，特朗普还在演讲里炫耀，美国故意停止对中国出口波音零部件，导致中国的200架飞机无法飞行。这不是空穴来风。根据中国民航局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初，中国有超过260架波音737和787飞机处于待维修状态。由于零部件受限，国内多家航空公司已经被迫削减航线，光是国航和东航上半年就减少了超过2000个航班，旅客买不到机票，票价飙升40%，民航亏损高达300亿元。而波音的零部件正是美国用来对中国卡脖子的利器，结果就是稀土中国手里有，波音美国手里也有，两个国家互相拿刀子架在对方脖子上，谁都不好受。特朗普的200%关税威胁，表面上是针对稀土，其实是一颗覆盖全局的炸弹。要知道，2024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依然高达6600亿美元。虽然比2018年的峰值少了约25%，但美国依然是中国前3大出口市场。中国对美出口产品涵盖电子产品、机械设备、化工制品，而这些恰恰是最容易被加税的领域。以电子行业为例，2024年中国出口美国的手机、电脑、家电总额超过1200亿美元。如果特朗普真的执行200%关税，这意味着一台原本售价1000美元的中国笔记本电脑，进美国就要卖到3000美元。美国消费者会放弃购买，而中国工厂只能停产。根据中国机电商会的数据，这一政策一旦落实，将导致超过300万中国制造业工人失业。广东、江苏的工厂倒闭潮恐怕会比2019年更加惨烈。北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。稀土出口许可证制度本来就是一张王牌，可问题是，这张牌打下去，中国自己也在流血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稀土出口同比下降了32%，稀土产业链利润大幅下滑。内蒙古、江西多地的稀土矿企业出现资金断裂，工人被迫放无薪假。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，全国已有27家稀土加工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。这就是残酷的现实。你以为你在卡别人的脖子，
结果最后掐的是自己的喉咙。悲剧的气息已经弥漫开来。特朗普手里的刀锋闪亮，中国的产业链却血流不止。而这场稀土战争才刚刚开场。特朗普的200%关税警告，不仅仅是一句威胁，而是一种精准打击。很多人以为中国稀土是核武器，但现实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这把武器一旦出鞘，中国可能比美国更先流血。公开数据显示，中国虽然掌握全球60%以上的稀土产量，但在高端磁体加工环节却依赖外国技术。比如新能源汽车电机中用到的铝铁硼磁体，中国虽然产量第一，但超过70%的高端磁体需要进口美国、日本的专利设备和工艺。也就是说，中国矿石虽然多，但真正能变成武器的，反而掌握在别人手里。美国商务部在今年6月发布的关键矿产战略报告里点明，中国稀土行业一旦脱离全球市场，利润链条会迅速崩溃。事实已经验证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稀土产业利润同比下降48%，创下10年来最大跌幅。换句话说，中国自己开采的稀土砸在手里也卖不出去。稀土是内蒙古、江西、广东的重要支柱产业，以前靠出口，美国、日本是最大买家。可现在许可证制度限制出口，导致地方财政收入断崖式下跌。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公布的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稀土相关产业税收下降38%，直接拉低了地方财政收入的7个百分点。江西赣州号称稀土王国，今年上半年地方财政赤字扩大到310亿元，创历史新高。财政没钱意味着什么？就是修路停工，教师工资延迟，农民工工程款拖欠。中国经济已经在紧绷，而稀土出口一旦受阻，直接带来的是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惨烈。稀土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制造业工厂停工。根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预估，如果美国真的对中国商品征收200%关税，中国将有超过500万制造业岗位被迫消失。这不是虚言。就在7月份，东莞已有多家磁体加工厂贴出停工告示，上千工人拿不到工资，被迫返乡。而返乡的农民工回到农村，却发现土地早已流转给大公司，根本没有工作机会。中国青年报报道，2025年仅上半年，全国农民工返乡人数就超过450万人，其中近1/3在城市失业后再无收入来源。想象一下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从工厂回到村子，没钱、没前途、没希望。一个社会的撕裂感正在悄然扩大。更严重的是外资撤离制造业。根据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外资流入额同比下降27%，创下2012年以来最大降幅。苹果、英特尔、特斯拉等跨国公司都在悄悄把订单转向印度、越南。没有订单，没有资金，中国制造业就像失去血液的心脏。所谓世界工厂正在一寸一寸的空心化。别以为这只是企业和政府的事，老百姓正在为这场贸易战付出代价。稀土磁体涨价，新能源汽车、电动车、家电全都跟着涨价。2025年7月，中国新能源汽车平均售价比去年同期上涨15%，手机价格上涨12%。而与此同时，中国居民收入却在下降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下降2.3%。收入下降，物价上涨，失业增加。最悲惨的是年轻人。根据人社部的数据，2025年6月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再度突破21%，创下新高。B 站上甚至流传着一句讽刺的话：
就业就是最大的稀土。为什么中国注定更惨？答案其实很残酷，因为美国虽然缺稀土，但它有替代方案。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日本都在加紧开发稀土矿，美国自己也在加大投资。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，美国境内稀土储量约为220万吨，完全可以在5年内建立替代供应链。而中国呢？中国依赖出口，依赖外资，依赖美国市场。失去这些，中国经济就像失去空气。特朗普敢放狠话，是因为他知道中国不能不卖。而中国呢？一旦卖，就意味着被掐住脖子；一旦不卖，就意味着自己先死。这就是最残酷的逻辑。稀土这张王牌，其实是一张自伤牌。特朗普说，我们有比中国更大的牌，那些牌一旦打出来，会摧毁中国。很多人以为这是虚张声势，但回顾过去几年中美之间的博弈，哪一次不是中国流血更多？芯片、飞机、金融、出口、稀土，只是最新的一场悲剧舞台。未来几个月，200%关税是否真的落地，还未可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随着谈判一再破裂，中国企业、工人、家庭正在付出惨烈的代价。中国人最害怕的那一天，可能已经悄悄到来。